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 P， 今天来跟大家回复我在 WSOP 期间参加的$7777人制锦标赛。这场赛事呢，我们上一次讲的是 B 组，进入到前圈之后淘汰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 C 组，就是最后一个组别。那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这之中呢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手牌。第一手牌发生的情况呢是在2500、5000，非常大的一个盲注级别。这是一个翻牌前的状况 ，Hijack 位的玩家 raise， 第二位的玩家跟注。我的筹码量最少，我在大盲位我只有5万，刚好是10个大盲。这个时候我们拿到了1对7啊，1对7的话，我觉得对上 Hijack 位，假设他们有15到20个大盲，应该都是一个非常轻松的 all in， 更不要讲更少。我们在大盲位基本上筹码量更少的话，我觉得1对7是非常的简单的 all in， 那我们也不会有考虑跟注啊，或者是其他的选择。这时候我们选择了 all in， 那 Hijack 位的玩家呢再 all in， 然后这时候 CO 位的玩家弃牌，那我们看到了 Hijack 位的玩家是1对4，那我是1对7，然后就成功的翻倍。下一手盘呢，一样哦，是在2500、5000的盲注级别。这个时候呢 ，low 价位的对手，他的筹码量是67000，选择了直接 all in。小盲位呢，也是一个短筹码，剩下28000，他也 all in。这个时候呢，到我在大盲位，我有12万的筹码量。那这手牌有效筹码14个大盲不到嘛，因为 all in 是67000。看我的手牌1对7，1对7，在这个情况下呢，是一个我觉得蛮轻松的跟注哦。有的人会说，如果多了一个小盲位，对于整体的频率或者策略有没有什么影响？小盲位的筹码量因为太少了，不到6个大盲，所以其实我们的重点会放在于说，我们有没有领先 low 价位的对手，也就是14个大盲左右的 all in。那我们先讲，我觉得他在 low 价位可以 all in 14个大盲，最弱的对子啊，理论上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会是1对4，很边缘，但我觉得1对5跟1对6是绝对可以 all in。当然，很多的 A10不同花以上，同花 A 可能要 A5、A8 以上吧。然后我觉得 A10不同花以上应该都可以推2张同花10的牌。有的玩家他不想透过最小加注打翻牌后，他可能也可以直接 all in， 所以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范围大概会是这个样子哦。当然包括了 KQ 不同花这些高牌，对上1对7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轻松的跟注。那讲一下我可能会跟到更宽的范围，像是什么1对5的话比较边缘，但1对6跟 AJ 以上的手牌我是一定会跟注。1对7当然就不用讲，所以选择了跟注。看到 low 价位的玩家呢是 KJ 不同花，小盲位的玩家是 A9 不同花，翻牌直接中了一张7，所以呢777的赛事拿了1对7中3条7，前面2手牌都是拿1对7，非常好的一个开始。下一手牌发生的盲注级别呢，是在4000、8000的盲注级别，弃牌到我在bottom位有32万的筹码量，拿到了1对9，最小加注到16000。小盲位的玩家选择了直接 all in， 他有23万，也就是说接近30个大盲。我们的决策是轻松的跟注。那我如果对于直接 all in 这种超过25个大盲到30个大盲左右的范围，我觉得会直接做这样的动作，它其实手牌就会是一个特定的组合。我觉得他如果有大对子，譬如说1对 J 以上的手队，绝对不会直接 all in。如果他是1对 J 以上的手队，我觉得最高期望值的策略呢是作为一个正常的3次下注，譬如说3次下注到6到7个大盲，我觉得可以赢到更多的价值。那我觉得直接 all in 赢我的对子，可能就只有一手牌，就是10。除了10之外的手队的话，当然他也会有88以下的手队，也都是正 EV 的 all in。我唯一担心的一组牌就只有10，当然他会有88，会有77，最弱的对子可以推到多宽？我觉得1对4应该是个分界点。以理论上的话 ，GTO 可能会跟你讲1对2、1对3都可以推，但我觉得以实际上来说，这个不是一个最佳的策略。不管怎么讲，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同花高牌，甚至是什么 A10不同花，甚至是有人会推一些同花 A。对上这个大幅领先的范围呢，我们的99啊，轻松的跟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看到了小盲位的玩家是 AK 黑桃，那当然 AK 也是他的可以 all in 的范围内嘛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。因为意外，我们又赢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底池。过没多久
Q9呢就进入到了前圈，盲注级别是612000，是一个翻牌后的状况。那 low 价位的对手他大约有26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加注到37000，接近3个大盲左右的加注，非常大的加注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在大盲位啊，我的筹码量非常的多，大约有50万左右，拿到了 K7 红桃。K7 红桃，我觉得对上3个大盲的加注还是要跟住啊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。所以是一个单挑的状况，进入到了翻牌后，翻牌是29K 彩虹面有一张方块，底池92000，我们当然选择过牌。对手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4万，接近半个底池。然后呢，我们用了一个顶对嘛，当然就是跟住。这个时候转牌来了一张方块 K 后门方块的一个听牌，然后我们中了3条 K 啊，非常好的一个状况。这时候底池172000，我们选择过牌，他也选择过牌。这时候合牌来了一张不同花的5。那我觉得我们中3条的策略的话，应该会是一个高频率的下注，可能有一些低频率的过牌啊，3条 K。但我觉得如果我要过牌的话，我可能会偏向过牌一些2的对子或者是9的对子，因为很明确的就是不够强去价值下注嘛。那我觉得3条 K 的情况下就是很适合下注，这个游戏就这么简单。底池172000，它的后手大约剩下18万，我觉得我可以有2种下注尺寸，一个是半个底池或更少的小尺寸，一种就直接基本上满帕的 all in， 所以当下我就选择了 all in。然后他想了一下之后，他跟住了，当然就开牌嘛。那我当然知道我的牌一定是最好的，它是 AQ 不同花，就是一个 S high 在 Q92持续下注之后呢，转牌 check 合牌扣我的 all in， 然后抓炸。他其实不用跟到 AQ， 我觉得他有很多更适合的手牌跟住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赢下一个还不错的底池。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后的状况，我在 CO 位，我大约有50万的筹码量，当下的盲注级别呢是816000，我们大约有30个大盲。那我拿到了一个 Q9 不同花 ，Q9 不同花在 CO 位刚好是一个分界点啊，在预设策略可以加注，也可以考虑弃牌，它不是一个一定要加注的手牌。那这时候呢，其实我就会看说，比如说 button 位的玩家或者是盲注位的玩家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对手。那我觉得如果翻牌后是打得赢他们的话，我可能偏向加注这样子的手牌。所以呢，我选择了加注。小盲位的玩家有50万的筹码量，也跟住；大盲位的玩家有90万的筹码量，也跟住。所以是一个3人底池。翻牌是877，两张红桃，底池112000，小盲跟大盲都过牌。我觉得我会有一个混合策略的下注跟过牌。我如果过牌的话，我希望是一些可能有摊牌价值的手牌。那我觉得 Q9 它没有摊牌价值，它可以下注的炸虎，它有很多转牌跟合牌，可以让我变成是有一些更明显的 odds， 譬如说开6啊、开10啊、开 J 啊，可能都会有一些卡顺或双头顺的听牌。那我觉得是不错啊，尤其是如果开 Q 跟9，那也挺好的。这个时候选择了一个3万2的下注尺寸，大约是接近3成左右啊，我觉得很合理。小盲位弃牌，大盲位跟注，转牌是一张5，不同花的5，然后底池176000，这个时候我们多了一个卡顺。但我觉得以5来讲的话，其实对于双方都不错，原因是因为大盲位会有更多的，比如说56啊、69啊。如果说这张5跟它有关联的话，我觉得转牌的下注让它能够弃牌的手牌其实并不多。当下我决定过牌，看一个免费的合牌。这个时候呢，合牌来一张4，变成是87754，一张6就成顺的状况。他又选择过牌。当下的话，什么样的手牌适合炸虎，什么样的手牌不适合炸虎？我如果 S high 有 K high， 我很有可能会过牌，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赢他所有的同花听牌嘛，或者是90，他如果是双头顺，我有摊牌价值，我 S high 跟 K high 可以赢。但我觉得 Q9 的话，下注的好处还是会比过牌来的好，原因是因为我们可以炸虎掉他一些 S high 或是 K high 的手牌。如果说他真的翻牌前跟了 King Queen， 他很有可能会跟一次，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同花听牌的 S high 或者 K high 的手牌，他也会弃牌，至少我认为他很高的几率会弃牌。所以我觉得 Q9 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在这个台面上没有对子最弱的一个手牌，就拿来炸虎嘛。那我觉得这符合逻辑。所以呢，底池176000，我在想，如果我有顺子或者是我有 full house， 我可能会下注多少的尺寸？预设大概可能会是2/3或是更多。所以当下呢，在176000的底池选择下注125000，然后他想想之后呢，他竟然选择加注到40万。那当然他加注我就不用想了啊，他加注到40万，代表说他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手牌啊。就算他在炸虎啊，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我就 Q 牌嘛，所以我就是只能弃牌，炸虎失败。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前的状况，也是一样在816000的盲注级别，这是一个7人桌的状况。我在 UTG 我有35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1对3。先讲一下，在这种中前卫小对子可不可以加注？理论上我觉得很看对手。那当然，如果预设策略选择弃牌就 OK 啊。当下我评估这个桌况啊，我觉得加注没有什么问题。
那我们选择加注到32000 low 价位的对手呢，选择了 all in。那 low 价位的对手他筹码量非常的少，它只有9万。那如果说你有看过我们之前的影片，你就知道什么低于8个大盲的 all in，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位置加注的范围呢，都算是一个要跟注的手牌范围。我们加注之后呢，被 all in， 你只要问他是不是低于8个大盲，8个大盲或更少，他如果答案是是的话啊，我们加注的手牌都必须要跟注。那1对3就是非常轻松的跟注。看到 low 价位的手牌是 Q9 不同花，这个就有点夸张。Q9 不同花在这个位置不到6个大盲的话，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这手牌面对我的加注就应该要弃牌，甚至弃牌到他这手牌可能都不应该玩。那更不要讲前面有玩家加注，代表说前面的玩家的手牌一定是更好的嘛。所以我觉得这手牌就是莫名其妙就拿一个 Q9 就 all in 我。那当然我是1对3嘛，我领先没有什么问题。翻牌就中了一个 Q， 所以我们就又输了一个小底池。那下一手牌呢也是一个翻牌前的状况1万2万的盲注级别，这个时候我们筹码量有30万，大约是15个大盲，弃牌到我们在小盲位。我们1对 J 的话就是2种都可以跟注也可以加注。那我觉得在15个大盲的加注尺寸来说，我可能会加到2.5个大盲，不会更多啦，因为再更多的话就会显得有点接近套池啊。所以我希望我会有一些 race， 然后被人家不管是 all in， 我们可以轻松的弃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的加注2.5个大盲，我觉得会是更两极化的手牌。那当然1对 J 是非常的好嘛，我们当然希望投入更多的筹码到底池。大盲想了一下之后呢，他选择了 all in， 这个时候我才看到原来他的筹码量只有15万，也就是 7.5个大盲。虽然说他只有 7.5个大盲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加注好像看起来更强，但是你要想到的是，他就是有机会面对我们的小加注，他就不甘心嘛，他就想要跟嘛，一定有机会嘛。他要不要跟注或 all in 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么强的手牌，我觉得2个都可以。当然他 all in 我们当然就跟了嘛，他只有 all in 15万，所以我们很快的跟注。然后它是 K6 不同花，那我觉得 K6 不同花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是 K high 嘛，那有效筹码只有5到8个大盲。所以面对我的小盲位也是一个很轻松的，不管是跟注或 all in， 我觉得都可以。所以呢，我们又成功了淘汰了1位短筹码。以上就是这一次我在 WSOP 期间参加的买入777 7人制锦标赛 C 组的手牌讲解第1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分享。如果说你对影片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。我是小 P，拜拜。